有时你会把前进想得很用力，好像一定要跨越，一定要改变，一定要更好。你把目光放在那些还不够的地方，那些还没达到的标准，那些让你不满意的自己。于是你开始修正，开始要求，开始不断提醒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子。看起来你在成长，但内在却始终有一种紧绷，因为你一直站在自己的对面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样的关系，当你反复对自己不满，神经系统就会进入一种防御状态。它会让你更敏感，更容易焦虑，更容易放大那些不够好的地方。你越想变好，内在反而越紧缩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在抗拒自己，抗拒那些情绪，抗拒那些不完美，抗拒那些你还没准备好的部分。而抗拒会让你的能量停住，就像你一边想往前走，一边又拉住自己不让动。那种拉扯会让你感到疲惫，也让你以为前进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但真正的转变往往不是更用力的改变，而是你在某一刻慢慢松开。当你在情绪里不再急着压下去，当你在不完美中不再立刻否定，当你在混乱时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还没整理好，你只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，我可以先这样也没关系。这句话会在你的内在打开一个空间，你的神经系统会开始放松，不再持续处于对抗里。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我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才是安全的。当这个讯号稳定下来，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卡住的地方开始慢慢流动。你不再那么害怕面对自己，不再那么急着逃开某些感受，你开始与自己同在，而这样的你反而更容易前进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强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消耗自己。当你停止抗拒，你的能量会回来，你的方向会清晰，你的步伐会自然。你会在某一刻明白，你以为需要努力变好，其实只是需要停止把自己当成问题，然后慢慢的把那个一直被你推开的自己重新带回来，放在你身边，一起走。在某些反复落空的时刻，你会忍不住问自己，为什么好像总是差一点？明明已经很努力，明明也没有放弃，却总是在接近的时候停住，在看似要到手的瞬间又滑开。你开始以为，是不是自己吸引不到？是不是那样的可能本来就不属于你？这样的想法慢慢在你的内在形成一种结论，而你的大脑会开始配合这个结论运作。它会让你在机会面前变得保守，在关系里不敢完全打开，在真正靠近时产生一点退缩。不是因为你不想要，而是因为在更深的地方，你还没有完全允许自己拥有。拥有对神经系统来说，不只是得到，那代表你需要承接，需要维持，需要相信这样的状态可以长久存在。如果你的内在还带着我可能会失去，我撑不住这样的好，这应该不会一直属于我，那么你的大脑就会启动保护机制，让你在真正拥有之前先停下来。这不是阻碍，而是一种尚未准备好的讯号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那么急着向外追寻，你会慢慢把注意力收回来，去感受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接住那份想要。当你在心里开始轻轻地允许自己被爱，允许自己拥有稳定，
允许好的事情可以停留在你的生命里。你的神经系统会开始学习一种新的状态，那是一种不需要预防失去的放松。你的大脑会慢慢停止过度警戒，让你不再在关键时刻退后。你开始能够停留在好的经验里，而不是急着怀疑或抽离。这样的改变会让你与世界的关系出现转动。你不再只是接近，而是能够留下；不再只是碰触，而是能够承接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吸引不到的东西，其实一直在你的范围里。只是过去的你还没有真正打开双手。当你开始允许，你不是变得更幸运，你只是终于不再把自己排除在拥有之外。而宇宙也就在这样的你面前，让那些本来就准备好的可能安静地停在你的生命里。有时你会站在人群之中，却感觉自己像被轻轻掠过。机会在流动，关系在发生，世界看起来一直在前进，但你却好像没有真正被选中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？是不是宇宙在分配时刚好漏掉了你的位置？这样的感觉很细微，却会在心里留下痕迹，让你在下一次机会出现时不自觉地退一步，让你在还没被拒绝之前就先把自己放在外面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样的经验，它会开始预设，我大概不会被选上。于是当可能靠近时，你的神经系统会微微收缩，你的语气变得保留，你的行动多了一点犹豫，你的存在感慢慢降低。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在名单里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先把自己移除了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你并不是没有被看见，你只是还没有站进那个位置。把自己放进选项里，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动作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允许。当你在心里开始对自己说，我也是可以的，这句话会在你的神经系统里产生一个新的讯号，不再是排除，而是纳入。你的大脑会慢慢调整它的预设，让你在面对机会时不再自动退后。你开始愿意多停留一点，多表达一点，多让自己被看见一点。这些细微的改变会让外在的回应产生不同。你会发现，原本觉得遥远的事情开始有机会靠近，原本觉得不属于你的位置开始为你打开。不是因为宇宙突然记得你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没有再忽略自己。宇宙从来没有遗漏你，它只是回应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当你把自己放进选项里，你就不再站在边缘，你开始成为那个可以被选择，也可以选择的存在。你会在某一刻明白，你一直在等待被世界看见，但真正的开始，其实是你愿意先看见自己，然后轻轻地把自己带回那个本来就有你的位置里。在心里某个很深的地方，你其实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种渴望很安静，却很真实。也许是一段稳定的关系，一种被理解的感觉，一种可以安心做自己的生活。你不是没有方向，你只是有时不太敢承认。因为当渴望被看见，也代表你需要面对一件事，那就是你是否相信自己值得拥有它。你的大脑会根据这个信念运作。如果在内在深处，你仍然带着我可能不够好，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应该不会一直拥有，那么你的神经系统
就会在接近渴望的同时，产生一种微妙的收缩。你会靠近，却又不自觉地后退。你会期待，却又提前做好失去的准备。这样的拉扯会让你感觉好像总是差一点，但那个距离其实来自于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不再只是向外追寻，你会回到内在，轻轻地问自己：我是否真的相信这些美好的事可以停留在我的生命里？这个问题不需要立刻有答案，它只是让你开始与自己对话。当你在某个瞬间对自己多一点认可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句也许我值得，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我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。这个讯号会慢慢影响你的神经连结，让你在面对机会时不再那么快退缩，让你在关系里不再那么容易怀疑自己，让你在拥有时不再急着预设失去。你开始能够停留在好的感受里，开始能够承接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东西。这样的改变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在你一次次选择相信自己一点点的过程中慢慢累积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那些你曾经渴望的画面开始在你的生活里出现，不是因为你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站在那个值得的位置上。宇宙一直在回应，只是它回应的不只是你的渴望，还有你是否愿意把自己放进那个可以承接一切的地方。而现在的你正在一点一点的学会这件事，学会不再缩小自己，学会让那些想要的也慢慢靠近你。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也许会发现，那种想要被肯定的渴望其实一直都在。你希望被看见，被认同，被理解，于是你开始努力，用表现证明自己，用成果换取肯定，用付出让自己更有价值。这些行为看起来很自然，甚至被这个世界鼓励，但在更深的地方却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疲惫，因为你总是在问：这样够了吗？你的大脑会把这样的提问当作一种预设，让你的神经系统持续搜寻还不够的地方。于是即使你做的再多，得到再多回应，内在仍然很难真正安定，因为那个出发点是需要被证明，而不是已经存在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一直在用外在的标准衡量内在的价值，但这两者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次。你的存在并不是一个需要被评分的结果，它更像是一种源头，一种让你能感受、能选择、能经历一切的起点。当你在某个瞬间不再急着证明，而是轻轻地停下来，去感受，即使此刻什么都没有达成，我仍然在这里。你的神经系统会接收到一个全新的讯号，原来我不需要透过努力才能被允许存在。这个讯号会慢慢松开那种长期的紧绷，让你不再把自己放在永远需要达标的位置上。你开始能够在没有比较的状态里安静地待着，这样的你反而会感觉到一种稳定的力量，
不是来自于你做了多少，而是来自于你不再否定自己。当你不再需要证明，你的行动会变得更纯粹，你的选择会更贴近内在，你的表达也会更真实。你不是为了被认可而前进，而是因为你本来就有想去的方向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价值从来不是一个需要争取的位置，它一直都在你的存在里流动。你之所以感觉不到，只是因为你太习惯往外寻找答案。而当你把目光收回来，你会看见，那个一直在等待你确认的，不是世界，而是你自己。当你终于愿意承认，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本身早已是那个能够创造、能够给予，也能够承接一切的来源。而那份价值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在某些不被注意的时刻，你其实很少把目光放在自己的好上。你习惯检视不足，习惯修正缺点，习惯在做得不够的地方停留更久。而那些你做得好的部分，那些你已经走过的距离，那些其实正在发光的地方，常常只是被轻轻带过。你的大脑会因为长期的关注方向，建立一种偏好，它更容易看见问题，更快捕捉错误，让你在内在形成一种还不够的感觉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开始忽略自己的光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你没有看见。当你开始慢慢转动这个方向，不是刻意夸大，也不是强迫自己正面，而是在某些时刻轻轻地停下来，看见一点点已经存在的好。也许只是今天你没有放弃，也许只是你在某个情境里多了一点勇气，也许只是你愿意对自己诚实。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片段，其实都在你的内在发光。当你愿意承认它们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连结，让看见自己的好成为一种可以被重复的经验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注意力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只接收批判，你开始同时接收支持。这样的改变会一点一滴地影响你的状态，你会变得更稳，更有自信，更愿意靠近机会。而当你的内在开始稳定地看见光，你的行动、你的选择、你的能量都会自然地对齐这个方向。宇宙并不是在某一刻突然决定放大你，它一直都在回应你所对焦的地方。当你长期看向不足，世界就会不断呈现需要修补的地方。而当你开始看见自己的好，你就像是把光打在那些已经存在的可能上，那些原本微弱的部分会慢慢被放大。你会吸引更多与之共振的经验，更多让你感到肯定的回应。不是因为你变得不同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对准了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不再那么容易忽略自己，不再那么习惯否定自己。你开始在日常里一点一滴地看见那个原本就存在的光。而当你这样看见自己，宇宙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，让那份光不只是存在，而是慢慢的照亮你正在走的整条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
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